Hi， 我係 T。最近大家咧就受到呢個武漢肺炎影響啦，就多咗時間喺屋企 home office 啊咁。然後咧我就日日都睇大家啲 post 咧，就發現咧就多咗人做大廚啦，做吉他手、歌手啊，抒發下、唱下歌咁嘅屋企。裝飾用嘅啫，我已經唔記得晒點樣睇。咁我又做咗啲咩呢？我咧就匿咗喺屋企嗰度煲劇啦，做呢個花生油，就睇咗2套劇嘅第2季。嗱，講明先啦，呢一條 vlog 咧就只係一個影評嚟嘅啫，就唔係啲咩推介嚟嘅。我都只係以小觀眾嘅角度啦去講我睇完嘅個人感受嘅啫嚇。以下嘅內容含有大量劇透，不喜唔好插。咁其中一套咧就叫做 You 安眠書店，另一套咧就係 Sex Education 性愛自修室。咁先講安眠書店呢一套片先啦。咁如果你未睇第1季嘅話咧，我好簡短咁簡介個劇情俾你聽，就係關於一個男人 stalk 一個女人嘅浪漫經歷片完。當然都唔係咁簡單啦，咁我好快脆咁講一講。呢一個咧係以男主角嘅角度出發啦，一個尋找愛嘅故事。男主角咧係個中意睇書唔中意玩 social network 嘅人嚟嘅，但係佢又要想盡辦法咧去接近佢睇中嘅女仔喎。最後咧佢就為咗同女主角一齊，不惜用任何手段去剷除所有嘅障礙，直到女主角發現佢係一個變態，佢就對冧咗佢女朋友啦。咁就嚟到第2季咧，佢又為咗要避開啲麻煩咧，就由紐約搬咗去洛杉磯，換咗第2個身份過一個新嘅人生。當然啦，亦都睇中另一個女主角 Love 啦，然後又發生咗好多嘢啦。不過今次再離地啲，因為女主角咧除咗係有勢力嘅有錢人之外咧，仲係一位比男主角更變態嘅變態。咁呢個故事咧就係來自於一本同名嘅小説，一樣都係叫做 You。咁我就其實冇睇過本書嘅，咁所以就集中講翻套劇。其實第1季咧係幾好睇嘅，因為佢就正講緊呢一代人玩呢一個社交媒體嘅心態。咁我記得我以前咧就上過呢一個編劇堂啦。咁雖然成績麻麻地，一般咧嘅荷里活嘅電影公式咧都係由一個人嘅出發點開始啦，即係主角啦，然後佢就會有呢一個經過，就究竟係追求緊啲乜嘢啦，講呢一個人，咁就會有一個轉捩點。轉捩點咧通常都係一個高潮位嚟嘅，通常都係主角啊面對問題啊同埋過嗰個難關嗰一刻嚟嘅，然後到最尾結局咧就係會有呢個改變。通常主角喺呢個時候咧同佢最初出現嘅時候已經有唔同咗。喺呢個位咧通常係可以係 open ending 啦，又或者係有結論嘅 ending。咁呢一個就取決於嗰個編劇或者係導演去決定㗎啦。咁咧就睇得出個編劇咧係好用心咁加插一啲劇情俾男主角做嘅。咁我就用條 curve 咧去解釋下呢樣嘢啦。咁咧，譬如X 軸咧就係集數，咁 Y 軸咧就係觀眾嘅心情。頭先嗰條荷里活片嘅公式咧，咁咧去到高潮嘅時候咧，咁應該 suppose 咧就應該差唔多大結局噶啦。咁所以咧我就好記得我第1季睇到中間嘅時候啦，男女主角分開咗，仲各自有另一半添。咁嗰度咧我係會覺得，喂，其實係可以完噶咯喎。當時嘅心情就喺呢一個位嘅，甚至咧係覺得有啲拖住嚟做嘅感覺啦，唔知幾時先完。但係編劇咧佢又增加多幾個謎團喺呢一個故仔度，咁成功咧又拉得翻啲觀眾嘅好奇心啦，去繼續睇落去嘅。所以咧就有呢個我唔知算唔算係一個反高潮。總之就係有第2個高潮位，去到最尾亦都埋下咗第2季嘅伏線。咁呢一個鋪排方法咧，真係用一次就好啦，因為其實都幾冒險下㗎。因為咧，觀眾隨時係可以喺呢一個位咧就放棄睇呢一套劇，因為都覺得冇嘢發生啊嘛，失去咗期待感。點知咧，佢去到第2季咧，都用翻同一招。咁頭幾集咧，其實都有追看性嘅。如果你都有睇安眠書店嘅話咧，我唔知你會唔會都同我一樣啦。去到後尾嗰幾集咧，開始飛嚟睇。飛走嗰啲咧好長對白嗰啲內容，同埋咧開始會覺得編劇咧加插咗啲劇情係開始離地啦，同埋係有少少夾硬嚟嘅，有好多位咧都可以反駁㗎。話晒呢一套係劇情片嚟㗎嘛，咁其實係好容易令觀眾冇咗嗰個代入感，說服唔到觀眾。咁其實喺度故仔嚟講咧係一個大忌嚟。
咁個編劇咧就借用咗女主角呢一個超級有錢同埋有勢力嘅背景咧，就去將所有嘢咧去合理化，就借啲意咧就唔使處理同唔使解釋啦。咁作為觀眾嘅我咧，係覺得呢一個手法係有少少 hea 嘅。即係咧，俾人覺得咧殺人啫嘛，俾啲錢班警察就唔使查噶啦。咁睇咩啫？仲有個男主角嘅前女友啦 ，Candace 喺第一季嘅最尾咧，佢就好似好強勢咁樣出嚟大阿 Joe 嘅。但去到第二季咧，就發現原來佢係冇咩料到嘅。OK， 唔緊要，咁咧甚至乎係消失咗一陣啦，突然間又彈翻出嚟啦，跟住又俾阿女主角 Love 咧對冧咗，有少少虎頭蛇尾嘅感覺嘅。第二季嘅結局咧就係話兩個變態咧一齊咗啦，仲有埋 BB 添。之但係我都幾疑惑男主角點解係會驚啊女主角嘅，心諗兩個變態一齊咪應該天作之合咩？應該互相都理解對方點解會殺人先啱㗎咁樣。不過可能我諗係佢哋兩個嘅殺人動機咧，應該都有啲唔同。譬如阿 Joe，我諗佢心底入邊都仲有一個好人嘅靈魂。咁最尾咧有條伏線咧，就係話 Joe 咧對隔離嘅新鄰居有興趣啊！我係完全捉摸唔到男主角佢係中意邊一個類型嘅女仔嘅咯，因為你睇翻佢過往同佢一齊嘅女仔咧，Candace 啊、Beck 啊、Love 啊，三個都係完全唔同類型嘅女仔嚟嘅。究竟係佢係中意邊一個類型嘅呢？就算係以一個連環殺手，係咪都會有一個準則去揀嗰啲人嘅呢？咁可能呢一方面呢，編劇又冇太多嘅着墨啦。我唔知佢咪留翻第三季先講。咁同埋咧喺啲訪問咧亦都表示咗男主角就話 Love 咧唔係阿 Joe 嘅 soulmate 嚟嘅，亦都證明咗兩個角色之間嘅感情係變咗質。嚟緊咧佢又出第三季，就將會喺2021年嘅時候，咁所以就有啲人就會估下一季咧應該就係兩個變態喺度互鬥，亦都唔再跟小說發展為一個全新嘅故事。咁其實咧我就覺得拍到第二季咧其實都可以完㗎啦，見好就收咯，係咪？不過佢再出呢，我都會再睇嘅。畢竟咧，我都睇咗2季啦嘛，已經，因為佢都有啲位係好睇嘅，所以我都係大家都不妨睇下啦。特別係第一季，係啦。仲有喎，呢一套劇呢，阿 Joe 咪有好多內心嘅獨白嘅。咁喺第一季嘅時候呢，原來阿 Netflix 就整咗一條完全係冇阿 Joe 嘅內心獨白嘅版本出嚟。你睇咗嗰條片咧，就會明白第一季點解阿 Beck 啲朋友係對阿 Joe 反感，因為真係有好多 dead air 嘅時候嘅，唔知道阿 Joe 係諗緊啲咩。咁大家有興趣咧，可以喺 YouTube 度 search 下呢條片啦。咁我喺個 caption 嗰度咧都會打呢一條 link 出嚟嘅。咁第二套咧就係 Sex Education 嘅第二季。咁喺未講第二季之前咧，我係好期待有第三季嘅，因為呢一套劇我係超快就睇晒咁多集啦。不過咧依家就冇乜時間慢慢講。咁下一條片嘅 vlog 再唔講呢一套戲。咁如果你係有其他睇法嘅話咧，同埋有其他好戲啊、好劇嘅推介，話我知啦。同我係一個幾中意睇戲嘅人嚟嘅。最後記得 like 我 Facebook、IG、YouTube account。Bye。